食材呢，都是属于比较稀罕的一类，吃到嘴巴里面就好像是一块牛油一样。我们要做的是软壳蟹牛油果寿司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女私房菜，我是沈星。那今天呢，为您献上的一道食物，对于我来讲呢，其实算得上我热爱食物的前10位，而且呢，它也有自己非常就是独树一帜的特点。首先是食材呢，都是属于比较稀罕的一类。我们说的稀罕呢，当然不是指价钱特别昂贵，或者说是特别难找，而是说呢，它不是在我们很熟识的这个食材范围之内。那么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呢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接受，而且呢了解它们。比如说鳄梨，那鳄梨呢也叫牛油果，还有蟹子的部分。蟹子当然是非常鲜美，而且颜色呢十分的绚烂夺目，好吃好看，这还挺难的。以及是软壳蟹、蟹子、米、软壳蟹，还有牛油果，包括说紫菜。那么我们这一道菜呢，很明显，还有就是竹莲。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的是软壳蟹牛油果寿司。炎热的夏季似乎没有什么好的胃口，不如来一道清新爽口的东营风情菜式牛油果软壳蟹寿司，点亮你的餐桌。晶莹剔透的米饭里包裹的是炸得香香酥酥的软壳蟹，上面铺上一层香滑细腻的牛油果，还有波波脆的新鲜蟹子，微酸的口感顿时能让你胃口大开。日本米呢又糯又黏，而且圆润，并且也很有嚼头，有点像咱们的东北米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买不到日本米的话呢，我们是可以用咱们东北大米代替的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哦，做寿司呢，一定是要在热腾腾的胖胖的米饭刚刚从电饭锅里盛出来的时候呢，就趁热浇上酸酸的寿司醋。这个寿司醋呢，其实也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，本来是结成一团一团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米饭就会颗颗分明了。搅拌均匀，这样能够保证每一颗米饭上面都沾上有点微酸的寿司醋。螃蟹呢是被一层很坚硬的甲壳保护的，你知道吗？软壳蟹其实呢就是普通的螃蟹呢，在刚刚脱壳的时候，身上刚刚长出来的壳就是软软的，那大概呢在海水里浸泡一段时间之后，才可能慢慢变成硬硬的螃蟹壳。所以这段时间脱壳到变成硬壳之间的螃蟹就叫软壳蟹。大概螃蟹一生呢要经过13次左右的蜕壳，那么一次蜕变成长呢，它就会长大一点。在蜕壳的同时呢，还会褪去它的消化系统、内脏等等，焕然一新之后呢，没有一丝的污垢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螃蟹呢，当然是很难得的，因为软壳蟹等于天然的过程当中已经把它蜕变得非常干净了。吃软壳蟹呢，多半都是炸了，炸的香酥，也能够吃到螃蟹那种非常味美的感觉。那软壳蟹本身捞起来解冻之后都是湿湿的，所以呢，拿起来咱们点一点这个面粉，吃起来呢就会非常的香酥可口。哎呀，现在的软壳蟹自然是没有横行的能力了，所以呢，大快朵颐，也等到这个季节是最合适不过的。如果说软壳蟹值得推荐的话呢，除了它好吃之外，当然还有营养的部分了。你要知道，蟹壳呢其实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甲壳素，那么软壳蟹连壳吃，可以食用的部分已经是100%了。通常吃螃蟹呢，蟹壳是60%，能吃的螃蟹肉只是40%。那么甲壳素有什么好处呢？它有多种的蛋白质和矿物质，还有维生素。同时，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，都能很轻易的吃软壳蟹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种能够增强骨骼健康，能够及时的补钙，还有多种矿物元素在内的软壳蟹，
向来都是十分受欢迎的。说到软壳蟹，快看看颜色，它其实入锅一炸呢，就表现出那个壳的青色，一熟呢，还真的就变成了红色。软壳蟹呢，多半都是冰鲜的，所以呢，一定要炸得很透才会好吃，而且去除它的腥味儿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在火开之后转为小火，让它慢慢的炸，由内至外变得酥脆。这个像梨一样，但是外表呢却十分的粗糙，也不漂亮，像鳄鱼皮的水果就叫鳄梨，也称牛油果。它的口感呢非常的细致，而且呢吃到嘴巴里面就好像是一块牛油一样，因为它是那种很绵密的很细致的感觉，而且也有淡淡的香味。牛油果虽然是水果，但是它里面的脂肪含量却非常的高，是香蕉的20倍，苹果的40倍。哎呀，我也没有拿一只苹果出来比一下，所以呢这个牛油果里面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。不饱和脂肪酸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好的脂肪和不好的脂肪。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好的脂肪，它是非常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。这种脂肪酸呢，可以用于保护良好的高密度脂蛋白，而且清除动脉里的这种低密度脂肪胆固醇。其实呢，就是说它不但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之外呢，它有丰富的钾，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啊是香蕉的2倍半。因为很多研究都表明啊，钾是可以降低血压的嘛，而镁在鳄梨当中呢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矿物质，它也是有助于降低血压的。所以呢，多一点时间让它出现在餐桌上，或者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呢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健康，值得推荐的。软壳蟹呢，基本上已经炸得酥脆，要看大钳子有没有酥脆。酥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火开大，因为它本身呢，这个软壳蟹还挺多，结构层次也很丰富，爪子啊、脚啊也很多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吃起来的时候呢是酥脆，而不是一咬一口油，一定要在油温较高的时候把它一举拿下，这样子就不会吸太多的油分在里面了。底上盘子的下面有垫一张吸油纸，然后呢等它自然放凉，要不现在去碰它一定烫得要命。寿司卷帘上呢铺上一层保鲜膜，也是一个小窍门。这样子的话呢，米饭呀、软壳蟹呀，在我们用力这样卷好之后，用力把它压紧实的时候呢，不至于说米饭会跑到卷帘的缝里面去。加上一层保鲜膜，用起来就更好用了。米饭啊，一定要彻底的放凉，凉丝丝的米饭呢，才不会说影响到非常之香酥的紫菜。我们在竹帘上铺上了一层薄薄的寿司米饭，很均匀的，然后呢盖上一层紫菜。接下来把好吃的软壳蟹，当然了，由于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所以要比的店里面呢自然是大手笔很多了。我们可以用一整只软壳蟹来做一个寿司卷，或者用2个软壳蟹做一个寿司卷。接下来的时间就要看切一下。哎呀，这样的精华部分其实都是留给自己吃很合适的。我现在知道厨师真的很过瘾，因为去头去尾，剩下的部分都可以留给自己。特好吃。
制作牛油果软壳蟹寿司并不复杂，只需要掌握几个要点。首先，米饭蒸好后要趁热拌入适量的寿司醋，并且等到放凉后才能开始制作寿司。其次，软壳蟹想要炸到松松脆脆，需要进行2次翻炸，你记住了吗？我觉得呀，香酥的软壳蟹配上有点微微酸的很开胃的米饭，而且还有牛油果，而且蟹籽呢会在嘴巴里面嚼，一颗一颗的蹦开，好吃好看好营养。那么这个夏天里面，我觉得如果还没有尝试过这道非常可口菜式的朋友呢，不如尝试一下。其实它也算不得什么很难的菜，并且很清爽的感觉，端上桌子呢倒也是很适合犒劳朋友的。感谢收看，下周见。